这次我坐的是从中国深圳直飞德国法兰克福，大概有9400公里，不停的飞，要飞12个半小时，非常的辛苦。它这座位挺好的，你看，非常好，很高端，非常的结实。这个座位，这是2等座啊，德国的2等座是2+2。不像中国是2+3，现在274速度。这是斜的啊，就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的，它会掉下来。国内的副型号是平的，这是斜的，不好。这小桌板挺好的，非常的结实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桌板，可以放什么平板电脑啊、手机之类的，我觉得挺好。这种设计不错，值得学习啊。它的座椅啊也挺高级的，我觉得。地板有点像是什么铺地毯的，然后这里有2个可以充电的。可以同时充2个也不错。然后这里呢，应该是放垃圾的一个箱子吧。总体来说设计都比较到位。然后在中间的地方它可以放行李箱，也不错。299，可惜只是瞬间速度啊，现在又到270了，减速了。这是旁边的居民的地方了，到科隆了。这里可没有开水啊，肯定没有开水的。好，这段是浦东铁轨了，所以特别慢。现在你看很多这涂鸦，这2边。这围墙全是那个涂鸦。居民区的小房子、小花园。现在就是跨过莱茵河，这个桥非常古老了，有100多年了。好，科隆大教堂出现在画面了。这个科隆火车站就在科隆大教堂的旁边。Wir erreichen Köln, Ausstieg und Fahrt Richtung links. You will arrive at Cologne.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从中国到达德国了，而且我现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。因为现在是欧洲杯啊，所以在德国我觉得人特别多。今天是礼拜1呢，在火车站这里也是人来人往的啊。刚才我看到，这是那个会员强卖矿泉水，知道多少钱吗？1瓶矿泉水1用是4.35元。前面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了，等一下出去。德国的火车是没有安检的，谁都可以进出啊，所以治安还是有一定的疑虑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在法兰克福下大雨，到这里反而天晴了，还真不错。你看地上有个瓶子，人家乱丢的。这就是科隆大教堂啊，是科隆的地标建筑。它的旁边就是科隆火车站。平时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很多人坐在这台阶上面晒太阳，或者是等火车。很多年轻人在这。大家知道那个人跪在那里，那个人干嘛呢？他应该是在这里用粉笔画各个国家的国旗。然后呢，希望这些路过的人能够给小费给他，一般是扔硬币，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几百欧元都有可能啊。比如说画什么乌克兰国旗啊，
或者是外国人比例比较高的，比如说土耳其，可能巴勒斯坦，现在这样他也懂得利用热点来赚钱。我现在是来到了科隆大教堂的脚下，有146米高，好像这个庞然大物。每次经过这里，我都怕刮大风的时候，那个砖呢会掉下来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今天人气不怎么旺，因为我认为呢是太早了，现在才8点多。这你看，又有人在画这个各国的国旗的，准备赚钱。我给大家拍拍这个吧，这是一家豪华酒店。其实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这家酒店它的相当于维修可能有7、8年了吧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工的迹象。大家能相信吗？这样一个酒店都7、8年了，现在还没有一个那个完工的踪影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这里也有2、3年了，这个围着。啊，那里有个人在乞讨的，一个女的坐在那里，有点像乞讨的吧。等一下呢，我去超市去买点东西。离开德国2个多月，到时看看有什么变化吧。回到德国啊，感觉不太习惯，与中国现代化相比，德国真的我觉得已经怎么说呢？不管是从街景啊，还是从人的穿着啊等等，已经我认为啊，有点跟时代脱节了一样。这里大多数人呢，在街上不是步行啊，就是骑自行车。比如说，我给大家看看，在等车的人就有不少骑自行车的。科隆这个城市因为比较平，所以骑自行车的人还是非常多的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目前我看地板还是比较干净的。现在估计白天气温最高的时候22度，我觉得有点热了，因为我穿着小西装，还是有点热。德国人很环保，你看这种单车还不是电的呢，它就有一个棚子，像这样一辆车可能在国内，好像是电的，这样一辆车可以在国内买一辆50的电动汽车了。这个男的穿着裙子，像苏格兰人。看看德国的夏天，是不是穿什么的都有？有穿那个薄的羽绒服的，有穿 T 恤的。这里有卖艺的人。杰克琼斯 H&M。现在有阳光，你看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女的像中国的女人那样穿什么，把全身啊，除了那眼睛以外都把它遮盖起来。德国没有这样的现象，就反映出两个民族的人审美观不同。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家庭应该不是德国家庭吧？前面又有一个女的跟她2个孩子在一起。所以德国是个比较多元的社会啊。这又有一个卖艺的老人。我比较喜欢逛街头，来看看各式各样的人，不同的人种，不同的民族都在这里。好，前面呢有一个乞讨的了，坐在那里。刚才太热了，他就脱下衣服了。我假装不看他，因为我怕他直视我，然后呢，可能不准我拍他。前面又有一个乞讨的，你看，他有的乞讨其实他是变相乞讨，比如说他手里拿的那个印刷品，
是要花钱买的啊。这地上呢又有一个是乞讨的，那个女的刚才站起来了，不好直接对着人家拍呀。等一下我从远的地方呢再回头拍拍看，我假装拍城市的街景。你看德国这自行车有多少啊，对吧？很多人骑自行车。如果在中国的街头都是，特别是中国的南方都是电动的摩托车，但在这里就不是了。那个女的就是在踱步的那个，就是在乞讨的，我估计。好了，等一下我就进德国的连锁超市 Lidl 去。朋友们，给大家看看，这是一枚硬币，在德国呢是还需要硬币的时代。到超市里面呢买东西要找零的啊。我这是1欧元的，为什么要拿着？等一下大家也知道。好，那里有人在退瓶了啊，给大家看看吧。2毛5一个瓶子，他把那个东西丢进去，然后要完了之后摁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拿着这枚硬币去，因为我需要这个车，这个车呢是有押金的。看看，拿出来了，对吧？否则你取不出那个车。好，进去吧。看看里面的东西，这5毛9 100克，5.9欧元1公斤，不贵。等一下我也买1公斤吧。我看产地是希腊的，不是德国的。这种叫车厘子，中国现在很多人叫车厘子，其实是樱桃。我喜欢还是叫樱桃的说法。我发现现在的草莓要比去年贵，现在500克要3.49欧元，以前一般是1.99，现在3.49，就说明它那个要比去年贵多了。给大家看看西瓜，是一个4欧元。然后茄子给大家看看1公斤是多少钱？茄子1公斤2欧元。黄瓜现在是特价，6毛9一根。再看看其他的蔬菜，大白菜，中国大白菜现在是2欧元1公斤了。我的记忆当中还是1.49，现在变成2欧元了。这种上海白菜才2颗，1.19欧元，2颗差不多10块钱，你们觉得贵吗？一株西芹1.11欧元。刚才我见那个女的工作人员是戴头巾的，应该是一个穆斯林的女的，表明现在德国这穆斯林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。这西红柿1.11欧元1公斤，这是我见过最便宜的西红柿了，是波兰出的，不是德国。苹果如果是零的是3欧元1公斤，这2.29欧元1公斤。3欧元与上次我离开德国差不多吧。记得以前说啊，这西方的商品极大的丰富，现在我看根本不是那样子。因为现在比如说我在德国的这个水果区啊，数来数去其实没有多少样水果，可能10多样吧。还有蔬菜也是没有中国的丰富。如果在中国，像水果啊、蔬菜根本数都数不过来，各个气候带的都有。而德国这里，你看，这水果就这几样，没什么选择。我看这个苹果可能有2、3样，价格都不低呀。现在我买了这个 Lidl 的4个一份是1.89欧元。我又走回蔬菜区，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啊。
刚才看了黄瓜，最便宜的是6.9毛一根，不是1公斤。买1颗中国白菜1.99欧元1公斤，相当于人民币8块钱1斤。1块1毛9一颗，就是1颗啊，我觉得不合算，都比以前贵，而且现在还是那个旺季呢，都要差不多10块钱1颗了。我给大家拍拍那个肉价吧，正常的肉价看看是多少。这个牛肉13欧元1公斤。6.49是500克啊，就像这种是说用来做汤的，还有这种牛排，相当于牛排一样的4.29，它是特价，相当于1公斤是13.41，这是特价啊。如果不是特价，大家再加那个2成的价格，这大概是牛肉的价格了。然后鸡肉一般都是要10欧元左右1公斤吧，像这个稍微便宜一些，这鸡腿儿是一公斤，又是特价5欧元1公斤。猪肉刚才我没看啊，猪肉没看见，猪肉我读一读吧，1公斤猪肉是8.11欧元。然后这种是肉末1公斤是多少钱？7.49。现在这个也是特价，750克的，1块2毛9，这也是特价呢。巧克力也比以前贵了，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报道说那个在巧克力那个可可的产区都涨价了，所以巧克力肯定也涨价，都涨了。这种1块4毛9的，有的是80克，有的是100克。像这个也是1块4毛9了，贵呀。果酱倒是不贵，也是比以前稍微贵一些了。我记得在我记忆当中，最便宜的果酱当时是8毛9，现在最便宜的是多少？1块6毛9，这里，这最便宜的了，也差不多加倍了啊。我就看平时我喜欢买的东西啊，这样才能对比到底价格怎么样。让我感到吃惊的是，就是现在蔬菜的旺季，但蔬菜呢根本就不便宜，反而比以前更贵了。这种冷冻的蔬菜是2欧元1包，我喜欢要这个亚洲的。鸡蛋跟上次回国一样，3块2毛9，10个3块2毛9，它是那种有机的，1升，相对来说冰激凌不是很贵。2块4毛9，好嘞，今天就买点东西，不要买多。要是又想来看看这里的物价怎么样？我右边的是我们非洲的朋友们，有2、3个。这里可以自己去缴费的啊。我刚才买这一堆花了9块3毛9，你看白菜、苹果、1包冷冻的蔬菜，还有这个车厘子或者叫樱桃，2个番茄、苹果，还有这个叫什么芹菜，这几样9块3毛9。我从超市出来啊，现在我们看到在地上躺着的是什么东西？绿灯过了啊，绿灯。然后我们又看看，这都是成了废人了，现在成了社会的废人。好，往前走吧。刚才那2位老是挡着我的
视线。刚才超市买了东西之后，现在准备往回走。大家看看这种敞篷车，在德国呢是属于比较高端的车，因为德国一年没有多少天气好的，然后气温不是很高的，不是很低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能够开敞篷车的日子其实呢屈指可数吧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一般来说啊，如果是你又开着所谓的高端的敞篷车，可能回头率还是比较高的。这是个地铁站，也走下去看看吧。我给大家看看地铁站里面是怎么样的。这是个大站，有好几路车，4路车在这里汇合。这里还算干净啊，不像柏林那样。这是一个地下的走道，大家看看街上走的这些在德国的人。来到大城市了，明显外国人的比例就比较高。传统意义上的德国人应该看上去应该有60%左右吧。等一下我们来买一张地铁那个票看看。我来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里买一张地铁票现在多少钱了啊？给大家看看。这个票3.5欧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呢可以用硬币来支付，或者用卡支付也可以。3.5块啊，大家看到。如果折合人民币那就不用说了啊，折合人民币那就是27、28块钱了。在国内都可以滴滴打车打蛮远的了。大家看看，高素质的德国人，你看看，当然是指在德国居住的人。现在啊，现在我们又到地上来了，也是到处自行车。前面有个警车在这里，然后又是自行车。这种是环保的不是电单车，环保的自行车，可以带人可以带物的啊。前面可以坐2个小孩。在德国像这种，我前面说了应该是电动的哦，电动的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，像这样一辆电动车可以带人的，估计呢要人民币4万块钱左右，5000欧元左右，或者6000欧元。在国内可以买一辆50的电动车了。这里有个汇款的地方，我每次经过这里就会发现很多肤色比较深的人，也就是说可能是他们侨汇款回非洲去的吧。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段这里的汽车，因为德国的汽车电动车和非电动车它没有那个颜色的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在这个车牌的最后一个字母，如果是 A B C D E 的 E 那个字母，那就是电动的，否则就是普通的燃油车。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中国的城市和德国城市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？一个是中国的城市不管在哪里吧，没有涂鸦，而在德国，在西方国家很多涂鸦，这是一方面啊，所以显得特别不干净，对吧？你看全部都贴满了贴纸。上次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有无家可归的人的，这次呢也没有。然后这种角落那个死角的地方，大家看看是不可描述的东西啊，对吧？你看看大便小便都在这里，这还是街道，这种地方都有。这是主街道啊。这有一辆电动车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一个字母 E 的，这个就是电动的，是福特汽车。刚才去超市去买的东西，也给大家看看德国的物价怎么样。物价之一啊，因为食品只是物价之一，因为说一个社会的那个物价是要综合考虑的，不能只看吃的东西啊。比如说什么
服务业的价格呀，还有房租价格啊等等都要考虑进去，理发呀，对吧？打的呀，都要考虑进去。你看那个是去看有没有那个有押金的瓶子的那个人，估计是这样。我不敢现在正面去拍他，因为怕他发现。就这个人，他刚才去看看有没有押金的瓶子，去垃圾箱里面看啊。看上去他是个白人，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吧。很凄惨啊，这个社会。像这种看板啊，或者这种广告，是刚刚过去的欧洲选举的广告。这个党没听说，这应该是，不是那个参选人，否则他颜值太高了，是拿他来帮这个党派做广告的。上次我来的时候，这里全部是满的，现在一本书都没有了。原来是有很多书你可以拿去读，这次又没有了。现在这个可能这个项目呢很难持续下去吧。给大家说一个事儿，前面这段大概我看大概是不到100米，这条街它围起来应该是3年了吧，还没有完工。真的是3年了啊！不知道他在干嘛，3年不完工，真正的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啊，给人家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。这是德国速度，也叫慢工出细活吧。这有个自行车的店，专门卖自行车的。这奶爸出来，德国年轻的奶爸。我从后面拍拍人家年轻的男女啊，这里都是共享的电动踏板车，这种比较凌乱的停在这边，相当于一种自由吧，比较自由散漫。这是一个地铁站电梯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。刚才说了，这段的地铁都是走地上的。那个地方就有科隆大教堂，在这里再拍拍这里的车啊，给大家看看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我在德国西部，也就是原来资本主义的那个统一前资本主义那个德国，看看现在他们开的一般都是什么车了啊？奔驰、宝马也有，但是电动车很少，然后这边也有停着的一些车。总体来说，看去呢没有的中国的高端了。这个年轻人，他拿着一袋的那个瓶子，带押金呢，他是去换的。他肯定是自家喝了那些饮料，然后有押金，然后拿去换。开始行动了，大部队。你看德国人有多爱骑自行车啊！你看有国旗的，刚才，因为现在是欧洲杯，所以呢，这个人他插着德国的国旗，平时是没有人插的，没有人插。拍一段，这有台阶的地方，它是经过改造的。这长度也是大概可能100米左右，花了肯定很多钱。然后呢，就是这100米的改造，大家想想看，在德国要花多久时间？100米啊，大概花了5年时间来改造这个。你说说德国这种，它的成本有多高？美是美观了。但是代价呢 ？At what cost？ 我闻着大麻的味道了。可能这几个年轻人肯定某个地方抽了大麻，因为德国大麻合法化了嘛，所以能够闻到。前面呢，这个也是平时有不少人抽大麻的一个角落，相当于一个街头的公园吧。我右边有个单独男的坐着。可能无家可归的这个年轻人呢，可能
在这里抽了大麻吧，估计。OK， 朋友们，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拍拍德国的日常，那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。